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开始要讲一个新的资料集哦。那我们上次讲的资料集呢是 NNST 哦，这次要讲的是这个 C810 资料集探索与资料预处理。那 C810 的资料集呢它是一个广泛运用于这个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研究的一个经典资料集。那它跟 NNST 一样哦，它先帮你分好10类哦。NNST 它是手写数字资料集嘛，它里面总共有10个类别，刚好对应在数字上面0、1、2、3、4、5、6、7、8、9。好，那在 C810 里面呢它也是帮你准备10个不同类别，每个图片呢总共帮你先收纳了这个6000张，所以合计起来这个资料集呢它共大概会有6万张的图像。那这个图像呢都是用32×32像素的这个彩色照片。那分别有红、绿、蓝3个这个色彩通道，它跟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NNST 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哦？在 NNST 里面呢，它的像素是28×28解析度更小那在某些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在刚做入门学习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尺寸来下去做练习。另外一个呢是它的这个色彩通道只有这个灰阶色只有一色灰阶。那在 C810 里面呢，它就直接它是一个标准的图像，就 RGB 3原色就直接提供了好。那 C810 呢，它这10个图像的类别是包含这个日常物品跟一些动物的照片。这里面呢，如果照顺序来放的话，它就是这个飞机、汽车鸟类、猫、鹿、狗、青蛙、马、船跟卡车，总共有这10类。那有时候在做一些这个比较进阶的这运用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哇，这只有这10类会不会有点不太够用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在 C810 之外呢，它基本上还提供了叫做 C810这100的意思就是它提供了100个图像分类的资料集。不过因为它还是把它控制在总数是6万张所以就变成说每个类别就只剩下600张的图像。那这个呢，它会导致说它的这个练习跟运用会更具有挑战性为什么会说是有挑战性？它数量不是一样吗其实你仔细看，不一样的地方在，因为呢它的类别总共100类，然后呢每一类的图像只有600张。我们一般在做这个监督式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的资料量必须要足够。所以呢，你这个原本的我们这个练习的资料呢，6000张这个训练起来看起来还不错了如果说只剩下600张的话，要如何让使用比较少量的这个图像样本去训练出一个这个精准的模型基本上它就真的比较有挑战性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810 的用途基本上如果讲它的用途的话，应该是放在3个地方下去讲一个是它会用在教育应用上面，再来呢是有关这个 benchmark 的基准测试，再来的话就是它实际上拿它来去做一些实际运用。我们先看一下教育应用通常只要是用在这个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的一些相关课程里面，因为我们的这个图像用的这个 Hello World 目前就有2套一套就是 NNIST 这个手写数字资料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C810 它帮你把所有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物品还有动物帮你下去做好分类了。好，所以呢，因为它提供简单且具有挑战性的图像分类任务所以通常我们在课程里面通常就是用这2套。那另外一个叫做基准测试什么叫基准测试因为我们一直都会有新的这个图像分类的演算法，或者是我们会做出一些可能觉得还不错的深度学习模型。好，那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评估这个模型的好坏如果照我们之前的讲法如果说深度学习要评估它的好坏，我们是看什么？我们是看它的 loss 值以及它在这一份考古题里面的准确性。好，那如果有人的问题是说，你前面开发的那个深度学习的模型，以及你现在新一代所推出的这深度学习模型哪个效果比较好或者是哪一个效能比较好？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一个这个标准的资料集下去做测试。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基准测试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你要去测试你的模型它本身的这个效率啦，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效能，这个在不同的这个模型里面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你就可以使用什么东西？你可以使用 NNST或者使用 C810。一般来讲对于彩色照片的图像下去做处理的话，通常都是拿 C810因为呢 NNST 它只有什么？它就只有灰阶色，它只有单色任务比较简单好，那再来是实际运用。C810 呢，它也可以用在一些实际的这个应用领域上面，像是说做这个图像分类其实我们本来就在做图像分类另外一个叫做物件侦测所谓的物件侦测有好几种啦。这边讲的物件侦测是指说在一张大图上面里面包含哪些物件这就是一种物件侦测再来就是图像产生所以图像产生指的是最近比较流行使用这个生成式人工智慧去产生一些图像
好，那基本上 CIFAR10 它也是一个可以作为这个参考的一些练习的资料。那这个 CIFAR10 呢，资料去哪里去做取得？CIFAR10 它本身也有一个官方网站所以你可以到这个 CIFAR10 的 dataset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看一些它的说明跟介绍。右边的是这个网页的截图啦这个网页上面的内容几乎都没有改变过，它上面就直接去讲说它的这个图像总共 CIFAR10 它资料集提供6万张就是32×32的这个彩色图片，然后它就帮你分好10类了。那每一类呢里面总共是有6000张，那其中它上面还有注明一件事情这个6万张的这个 training data， 我应该说 dataset training data 呢是占5万笔，其中有1万笔是这个 test image， 它直接注明在它的这个网站上面。那它每一类基本上它有一个简单的缩图简单的缩图在上面，所以根据我们的练习等一下我们也要透过这个 PYPLOT去把我们这个图像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在 Python 上面先把它画出来，因为我们画出来才知道这上面的图像到底正不正确好，那这个资料集简单来讲就是每张图像解析度32×32，我们之前那个 NASD 就是28×28，在 CIFAR10 里面那个10的意思就是帮你分10类所以基本上在某些地方如果说你需要有更多的分类的话，你就去找 CIFAR100它的 CIFAR100 基本上应该是在这个页面的下面有去做介绍了那总之在 CIFAR10 里面每一个类别它收集6000张图片，那如果是 CIFAR100 的话，就资料就比较少了CIFAR100 因为它分类比较多了，就变成说它每一类就只剩下600张图片。好，那刚好提到了5万张是训练集1万张是测试集，所以呢你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说我们现在会使用那个 Keras 的这个 dataset 去把这个资料集给取出来，那在这里面它基本上就会帮你把这个什么training data、test data 跟 x data 以及 y data 帮你区分出来。好，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个网站上面去找到一些资料的话，它基本上它帮你提供好3个版本的资料下来。这个呢，一个是对应在 Python 的版本上面。所谓对应到 Python 上面，是因为那个资料如果是它没有帮你整理好，一张一张载下来的话，资料量非常大。如果说它是原始的这个32×32的图片它应该是 JPEG 啦，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可能是用 PNG 那你还必须要想办法去把那个这个图像资料把它读出来。读出来呢，因为那个图片里面它会有这个header 的部分跟 body 的部分，你还要再把 body 取出来。好，那如果它这个刚刚好是这个 PNG 或 JPG 的话，你还必须要把它转换成 bitmap 的形式。好，那在它这边这个 Python 的版本也好啦，或者是这个 MATLAB 的版本它基本上已经帮你先把这个资料这个它的这个 RGB 的这个 body 的这个资料直接帮你准备好。那如果说你本身不是使用 Python 下去做处理，或者你不是用 MATLAB 下去做处理，你希望去拿到它原始2进位的资料的话，它也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在页面上面去看到一个 CIFAR10 的这个 binary 的这个版本那不管是哪个版本基本上尺寸都还是可以接受啦，尺寸目前是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后来用的这个资料量基本上应该就不是用 MB 这个单位呢，就直接是 GB 这个单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这个 Colab 上面的这个 TensorFlow 框架的 Keras 里面去拿它的处理方式啦，基本上跟我们之前在 NAST 里面的操作方式一样在这里呢，首先当然是你要先把 TensorFlow 先把 import 进来把它重新命名成 TF， 那我们就可以从 TF 的 Keras 的方法里面里面就有什么东西，就有一个 dataset 里面，如果说你仔细去给它看了一下不是只有 NAST 跟这个 CIFAR10 好，那总之在我们这次案例里面呢，我们就要从 CIFAR10 里面去做什么东西，去做 load data。好，这 load data 里面如果你去研究一下它里面的程式码，它基本上做几件事。第一个，它会先检查你的机器上面是不是已经有这个 CIFAR10 的资料或者是说你是用 NAST 它就去检查你们 NAST 的资料。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主动的从这个网站上面在这个上面基本上它应该是从一个学术网站上面直接，它这个其实基本上是直接从它的官方直接把资料给荡下来了好，那它载下来之后呢，就会帮你去做资料解压缩资料把它解开之后呢，它就会把它分配到它这个应该放的位置上面这个呢，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 Colab 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提到import 我们 TensorFlow as TF， 好，然后呢，我们就从 TF 的 Keras 的 dataset 里面的 CIFAR10 里面去做什么事情？去做 load data。好，那这个东西啦这个载下来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先让它放在 CIFAR10 的 dataset 里面先执行一下。好，那因为这个案例我之前有跑过所以变成说它应该不会再去做下载。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讲过
在 Colab 它是怎么样？当你启动完之后，它是紧急加开伺服器哦，所以呢，你这里面的机器啊，基本上应该都是干干净净的哦。啊，当然也不是说它是完全干净，它是没有你的个人资料，它有什么东西？它有这个 Python 啊，这个开发环境，以及帮你把 Jupyter 的这个 notebook 的环境帮你准备好，然后再跟你这个前端下去做借鉴。所以如果你是重开 Colab 的话，它一定是重新下载，然后它先下载好了，并且已经处理完了哈。好，所以呢，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 dataset 它目前是长什么样子啊？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 dataset 长什么样子的话，通常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ship 的这个方法。可这个 ship 呢，它不是在一般的 array 里面，它基本上它像是 array 的结构。好，如果想要知道那个 array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可以使用这个 NUMPY 里面的这个 array 的方法。好，所以这个地方啦，所以我们用了这个 import NUMPY NP 就是把它重新命名成 NP， 我们就可以用 NP 的这个方法的 array， 它会把你丢进去的东西转换成 NP 所使用的 array， 虽然它本身就是 array 啦 ，array 跟 NP array 会有点不太一样，功能更强大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使用 NP array 把我们这个 C810 的 dataset 丢进去之后，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形状。好，那如果说你有特别去先跑过的话啦，因为我们把它写在一起啊，如果你跑过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2.2 的架构，就是它有2份资料它有2份资料。每一份资料里面呢，又有2种里面又有2种。所以啊，照我们目前的经验呢，它的2份资料是哪2份资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training data 以及 test data。training data 呢，应该会有5万笔test data 呢，应该会有1万笔。那不管是哪一种啦，不管是你 training data 还是这个 test data 的话，里面要拆成2份，然后拆成2份，拆成什么？一个叫做 X data， 一个叫 Y data。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把它这个分类出来就变成X training、Y training 以及 X test 跟 Y test， 这样子呢，你就有 training data 以及 test data 以及的 X data 以及你的 Y data。总之我们跑一下好，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资料形状是22的形状。好，训练的资料集呢总共有5万笔。好，测试资料集呢总共也有1万笔。好，那这边有另外提示一下啦，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Python 的版本稍微比较新我们现在目前 Python 的版本如果要确定的话，有2种方式下去做确定之前有提过一种就是你用指令下去做确定就直接打惊叹号 python 用大 V 让它直接去看版本。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程式码里面在程式码里面你就必须要去 import 我们这个 SYS 然后在里面去看我们这个 SYS 里面的这个 version 的版本。好，目前 Python 是 3.1 如果你是用稍微早一点点版本，例如是 3.9 的话，你在操作 NP array 把你 dataset 的这个 array 放进去之后，看你的这个 ship 的话，它会吐错误讯息。它那错误讯息的指的是什么？它摆的这个 array 有一点不太对称。什么叫不太对称？其实它预期应该是怎么样？预期22的资料，假设前面的这里面有5万笔的话，后面资料对应的应该也要是5万笔，这种对称的。如果前面是1万笔的话，后面对称是1万笔那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资料收集完之后，这个在 array 上面的排列方式因为我这个测试用的资料会比较少，训练用的东西通常比较多，所以我们收起来之后这个收纳起来之后呢，在这个上面它就会有这个错误讯息输出的问题。所以它在目前3.10 这个版本之后，它就有下去做调整，它就没有吐错误讯息了。如果你有遇到吐出错误讯息的问题的话，那你必须要在这个 NP array 里面去指定它的 data type 就是它的 D type， 把它的 D type 呢指定成什么东西？指定成 over 9指定成 over 9。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直接把它当做一般的物件下去做输出了它就不会特别去检查，你的 array 里面好像没有对称这个资料应该是有问题的在这个地方它应该说它跟你去做提醒了可是对我们这个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的这个情况下去做处理就会稍微有点麻烦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先讲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把这个 C810 的 dataset 先把它里面的资料也是一样，我们先用一些绘图工具先把它绘出来先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找人到底是圆的还是扁的总是要看到才能确定好，